Actually, the ball can hit the ground and put it back up. I mean, it just depends. There it is. It hit the rim. There's a tap. Oh, you called it. Edey taps it home. 欢迎回到需要更多的巧克力。灰熊为什么选扎基利？那先说结论，就是灰熊选得很好，这是一个呢对双方都很好的搭配。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主要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这个2024球季的灰熊会需要什么。那第二个呢，就是扎基利他在哪一种球队他的发展会更好。那我们先从灰熊开始讲，就是灰熊需要什么？那灰熊的需求其实还蛮明确的，就是他需要一个这个高大重型的中锋。那最主要原因呢，就是灰熊目前的这个核心内线 JJJ 那虽然有身高、有臂展、有移动能力，可是呢，他就是不太适合打中锋的位置。JJJ 在篮板保护以及跟这个高大内线之间对抗的能力其实并不出色。他在这个换防跟补防的时候是有他的优势在，可是呢，他就是不太能跟一些禁区怪物互卡所以他实际上在打5号的时候，在这个篮板保护上效果通常都没有很好。而且呢，除去 JJJ 之外灰熊在上一个赛季就是饱受伤兵之苦之余呢，还把队内呢挂5号位的这个 Steven Adams 和这个 Xavier Tillman 全部交易出去所以他的球队的正式名单到季末就不含双项，里面呢是没有一个正规5号的。那你就会觉得说，这什么神奇操作？就是说，这样别人就知道你要5号了嘛，你要交易中锋来，是不是就很不容易？结果呢，这个灰熊在今年的交易市场上好像也没有太大动作，所以你就想说，是不是会透过选秀来补然后呢，原本灰熊在侧翼上的缺陷后来呢有 G.G. Jackson 和 Vince Williams Jr. 补上了，所以灰熊短期也没有那么缺侧翼于是呢，这个答案就变得很清晰灰熊呢就是选高大重型内线，而且呢，因为时间轴的关系所以灰熊需要的是一个这个极战力的5号。那刚好呢，今年的选秀就有2个这种型的，一个呢是这个扎基利，那另外一个呢是这个 Donovan Clingan。那你就会发现说，种种迹象灰熊的管理层是不是很早就在瞄准说要从扎基利或者是 Clingan 当中选一个？那后来呢，果然灰熊就选进了扎基利。那扎基利它的特性7尺4寸224公分接近300磅，大概是135公斤所以它是一个高大的重型内线，然后它的这个禁区手感很好跟常见的奶油手内线不一样就是说它本身是一个进攻威胁点，尤其是这个低位单打它的这一套能力呢，就是让他获得这个 NCAA 2年的最佳球员，而且呢帮助了这个普渡大学就是在今年打到最后的亚军那他大学后期这个罚球命中率有70%这个是一个投射有没有可能会发展出来的指标，70%呢算是还可以那他还有一个特点是他接触篮球的时间比较晚就是打球时间比较短，所以这代表说他有一些能力呢，也许还有可能再提升包含这个球商也有进化的可能性。那即便呢他打球的能力比较晚，可是他现在就已经是一个极战力也就是说他并不是那种很弱要养很久才能摆上场的新秀不是他现在上场就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力。那扎基利的缺陷呢，主要就是防守上的问题那这个呢是所有这个横移比较慢内线都会有的问题，就是说他们遇到这个外围进攻者他们都非常难去应付，尤其呢是在这个 NBA， 就 NBA 外围的这个后卫或锋线他们的这个速度和投射能力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有错位就会被打掉，而且呢也会被挡拆特别抓出来打。而扎基利呢当然也不例外他非常难去防守 NBA 等级的外围进攻者所以综合来看，你就会发现说这个扎基利他其实是比较像这个传统中锋的内线那乍看之下呢，他确实是可以补灰熊5号的位置可是接下来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灰熊在这个小球当道的年代要选一个这个性质这么接近传统中锋的内线，而不是选一个更为现代性质的内线呢？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灰熊其实不缺这种比较现代的内线也比较不缺呢用来应对小球的阵容像他们有这个 JJJ 有 Brandon Clark 还有这个 Santi Aldama那这些组合呢，他们在打快速的小球其实不一定会输反倒呢是没有那么能够应付重型内线所以灰熊确实是选在他们的需求点上那这是第一个比较明显原因。那后面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呢，就是灰熊其实之前就已经这么玩过这种有高大内线上场的打法，在这个2122跟这个2223的例行赛灰熊都打到西区第2的位置那 Steven Adams 他是在2223的季中受伤了，之后呢他就几乎没有上场了。但是在这之前呢，灰熊这2个赛季主要就是用这个 Adams 打5号打到西区第2的位置。那 Adams 他本身其实他就不是一个投射很好的延伸5号所以他们的打法呢我们这边可以先看一下影片。先看这一球
only 16 in the paint. And we talked about it to the Grizzlies. Here comes Clark. He'll add to the total. 回过头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说 Ja Morant 先跟 Adams 在高位挡拆，然后拓荒者呢选择包夹 Ja Morant，但是 Ja Morant 也很清楚所以就把球传到这个顺下 Adams 那边。那这时候呢，拓荒者的补防马上跟上可是有补防呢，就代表又有人漏掉了所以灰熊底角这个 Brandon Clark 就立刻空切。那 Adams 呢也在第一时间就传给 Brandon Clark，最后就灌篮终结这样子。那这一球它是某一种典型就是说它展示了那时候灰熊进攻很常透过这种外围的挡拆来发动那除了持球者之外呢，负责挡人的像是 Adams 也扮演非常重要的战术角色不论是这个挡拆啊，或顺下的处理啊，或者是到高位发牌啊，这个就很吃这个内线的球商这样子然后呢，这个 Adams 他的挡人还有一个特性他挡的是很扎实像是这一球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 Ja Morant 已经开始往前推了。然后呢，这个 Jokic 有意识到可是怎么样？那个位置被 Adams 占走所以 Ja Morant 呢就有一个空间可以轻松上篮那另外这一球呢，这个 Ben 你看他也是这个偷偷丢过去可是外围怎么样？空间大开所以你会发现说，如果你挡人很扎实的话呢，被挡的那个人真的会有空间出来那综合这些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就是空间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透过挡拆和球商来变化的就是说你不一定本身要是投射非常好的这个延伸5号那如果是像 Adams 这种挡人和传导的状况呢，也能够把进攻空间布局出来所以有人会问，这个高大内线搭 Ja Morant 进去会不会太挤那这个呢，从 Adams 的例子就知道Adams 反倒会帮 Ja Morant 清出空间啦。就是那时候 Adams 在场上他几乎随时都在准备帮别人挡人或者是要传导那他这个球商的能力呢，就可以最大化队友的进攻此外呢，他还拱过篮板所以那个时候 Adams 在场上呢，灰熊的进攻效率是比较好的那这一套这个内线挡拆进攻体系呢，也让灰熊打出一定的成绩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说，这个灰熊其实并不缺乏用这种高大内线来搭配整体进攻系统的经验所以可以想象的是 Zach 进来灰熊他的打法也会有一部分呢是用来承接这个 Adams 那种角色也就是说他可能会牵涉到更多的这个挡拆和传导的战术然后呢你会发现到这个 Zach 的体型呢也很适合拿来挡人就是非常的高大那被挡之后呢，这个遮天蔽日有时候就是可能连这个要防守人在哪里都看不到所以这个灰熊其实还蛮有意思在选 Zach 就是说他们要选一个身形够可以挡人的这种内线那当然呢，这个 Zach 在目前挡拆和传导的经验上是不会跟 Adams 一样好的尤其是在这个处理球的一些拿捏上呢， Adams 在球商方面是非常顶尖要追上他呢，不是一时半刻就可以达到的事情但是 Zach 呢有他自己独特的优势就是说他本身呢是一个进攻威胁他有这个很强大的低位单打能力所以他的用法呢会跟 Adams 有一点不一样例如说挡拆完的时候，你让他在低位的地方拿到球那就是一个威胁。那如果呢是这个纯制品的内线遇到前面挡一个人他可能就要传球对不对？可是 Zach 不一样，他是前面顶一个人照样有可能把球勾射摆进Zach 他本身的进攻能力是可以打破僵局的那一种就是说在普渡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他要这样打包含他的对手但是怎么样呢？就是挡不住普渡可以靠这样打到第二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Zach 他其实是一个 go to guy 那 go to guy 这个点其实也是灰熊长期欠缺的在还没有选进 Zach 之前呢，灰熊全队真正的 go to guy 其实只有一个就是 Ja Morant， 其他呢像是这个 Ben 或者是 JJJ 他们其实都是搭配团队进攻的时候才可以把他们这个进攻威胁最大化可是如果你要他们在僵局的时候强打他们的效率可能就不会那么好。所以之前真正的 go to guy 其实只有 Ja Morant 一个那灰熊可以在今年这种小年用9号签在新秀的第一年就拿到一个 go to guy这个其实是很划算的生意然后这个东西在战术上的配合也是很可以运用的。举例来说呢，有时候你上替补群的时候常常有一片僵局战术打不出来的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喂给 Zach 球给治好就是一个选择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 Zach 在进攻方面是一个很有正价值的球员不论是什么用法呢，光是他目前具有的能力就已经可以为球队带来很多新的选项跟战术的配置了。他在进攻上呢是一个很活的棋子那后续呢，如果 Zach 可以提升或者是展现在实战中的这个远程投射能力或者是球商之类，那这个呢就可以让他在 NBA 道路更加顺畅。那这个是进攻方面在防守方面呢， Zach 的优势和劣势都比较明显他的优势呢就是这个护框和篮板
灰熊呢确实也是缺这方面哦，所以扎基利在灰熊应该是很有施展的机会哦。那他的劣势呢就是外围的防守哦，尤其呢是对待一些投射比较好或者是速度比较快的对手哦。那这一种防守特性呢，对于ED本身这个球员来说呢，灰熊其实也是很好一个球队哦，因为这种这个内线防守速度上的劣势呢，通常都需要2种人来 cover 哦，一种呢是这个扫荡型的补防者哦，另外一种呢就是好的外围防守者哦。灰熊啊，刚好这2种人都有。灰熊有这个扫荡型的补防者 JJJ 哦，以及外围防守者，目前开季就有 Marcus Smart 和这个 Vince Jr. 等等哦。那这些配置呢，虽然不能完全解掉这个问题哦，但是可以稍微减少它的危害哦。那对于这个ED本身来讲呢，它自身在这方面也很有提升空间哦。就是对于这种横移不够快的内线啊，往往都需要透过防守站位来稍微弥补这种劣势呢。那这个呢，在同样的这一届拓荒者选这个 Donovan Clingan 哦，他在防守的脚步啊，以及这个站位上啊，就是很有经验、非常聪明的哈。ED 在这方面就没有这么好，所以确实是还有提升空间的。尤其是呢，如果想要在 NBA 发挥得更好的话呢，那这种能力呢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还有一点还蛮值得一提的哦，就是这个扎基利啊，他是一个很有斗志、很有斗性的球员哦。这种人呢，在场上是不会退让的哦，就他们上场就是要赢哦，没在管对手怎么样的哦。那灰熊哦，其实也集结一票这种型的人哦，所以扎基利在风格上啊，跟灰熊是蛮配的哦。所以纵观下来，你就会发现说，这个扎基利是一个优缺点很明显哦，很极化的球员哦。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回到一个问题说，灰熊在选扎基利的时候哦，他的算盘是什么？那你已经知道说在防守上有这种劣势哦，那么灰熊为什么不选这个现代内线，而是去选这个扎基利？而且好像是怎么样也没在迟疑的哦，9号前没有打算要干嘛，就是要选这样子哦。那这个呢就牵涉到在目前这个阶段哦，灰熊管理层在舰队上的这个季后赛思路哦。也就是说，对灰熊管理层来说，这个例行赛战绩已经不是当前主要的问题哦。大致上来讲呢，如果 Drummond 没有受伤的话那应该是可以打进季后赛的。所以真正的问题会变成是什么？就是季后赛要如何来应对的问题。那这个在灰熊总管这个 Kleiman 他在选秀后谈话就有提到过，说这个灰熊管理层啊，希望阵容可以能够应对不同的对手这个呢，大概是指季后赛对手那我个人呢是觉得他这个说法非常正确，而且有跟上近期的 NBA 变化举例来说呢，这刚结束的这个上一季季后赛啊，这个灰狼打金块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说，灰狼在阵容上好像有优势在就是金块要发挥的更好才能赢这样子。可是接下来呢，这个灰狼打小毒的时候，状况又不一样了，是灰狼的阵容克制不了独行侠的配置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季后赛的各家战术更有针对性不太容易用单一阵容去应对所有变化尤其是在这个西区西区有这个很强大的外围进攻者，像这个勇士独行侠这种。但是有像这个灰狼狗贝尔、Towns、Reed 那也有这个金块Jokic 然后呢还有这个雷霆的 Chet 跟这个新补进来的这个 Hartenstein 那更不用说还有这个马刺的这文班亚马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这个西区很可怕那西区的禁区更可怕那 JJJ 呢显然是难以应付的同时啊，这个灰熊也并没有那么缺现代内线可是灰熊很缺怎么样重型内线所以灰熊管理层的这个季后赛思路就是说我们要能够应对不同球队风格的能力所以 JJJ 这种现代内线可以做到的事情呢就交给 JJJ 处理嘛可是 JJJ 做不到的事情呢就需要别人来处理那当你要应对这个西区恐怖的高大内线的时候呢，你就需要扎基利而且呢，这个扎基利相较于苦攻型内线它是有它的独特优势就是说它是有自主进攻能力，而且还蛮强大的所以它可以惩罚在这个位置上顶不住它的队伍那一个明显的反例呢，就是狗贝尔就是我们都知道狗贝尔防守很好，可是在进攻上呢，狗贝尔就是不能惩罚要放他这个脸的对手所以季后赛出现狗贝尔被点名的时候呢，他在进攻上是讨不回来的那这个呢，就是灰熊总管这个 Kleiman 选完ED之后，他其实也有提到说，就是你不能呢总是疲于奔命去想办法应付别人有时候呢要发挥你自己的优势让别人来想办法应付你那扎基利呢在内线进攻惩罚对手的能力，某种程度呢可以稍微抵掉他防守上的劣势这个呢是他跟这个防守型内线一个比较大的差异所以你会发现综上所述这个灰熊总管开门说灰熊确实是在首轮拿到他们想要的结果因为扎基利可以增加灰熊季后赛应对不同对手的选项那目前看起来呢，扎基利似乎和灰熊很合不过呢这当中其实有一个新增加的变数这变数呢我们可以在之后的影片再讲。总结来说呢，扎基利和灰熊是可以配的尤其呢是他打篮球这个球龄还比较短，
还不超过10年哦，所以有一些能力呢都还是有成长的可能哦。那这些能力呢会决定这个扎基利在 NBA 的发挥状况哦。而这当中最重要的呢，其实就是球商哦，因为球商如果出来呢，很多事情都很好办哦，包括怎么样防守上的站位啊，进攻上的战术地位啊。而且这些能力呢，跟他原本的这个内线单打能力啊都不冲突哦。就是说，他原本的内线单打能力呢，是他目前就有的即战力哦。那其他的能力呢，是这个多多益善的哦，就是说能增加哦，只会更好的哦。所以大致上如果没有伤病的话呢，这个灰熊跟扎基利未来这2年哦，都是很值得期待的哦。那就希望呢，这个类似上一季这种伤病啊，不要再找上灰熊和扎基利哦。那我们这一次的影片呢，就先到这边结束了，下次再见哦。